阿朱虚弱道：“萧大哥，别难过，阿朱不会让自己有事的。”萧峰点头：“这次你说到要做到。”阿朱道：“嗯。”看着还顶着魏长泽脸的魏无羡，蓝启仁一脸懵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他？众学子，原来魏长泽是魏无羡易容的。听小魏无羡意思，刚刚用魏长泽声音说话的是那位娇美俏丽的红衣少女。不对，魏无羡叫少女萧夫人，小魏无羡叫少女师娘，所以这病弱美少女已经嫁人了。真难想象这位萧夫人如何用弱小的身躯发出魏长泽的声音和江丰眠与紫渊对峙。虽然他们没有听过魏长泽说话的语气，但萧夫人应该模仿得惟妙惟肖。见阿朱神色稍霁，魏无羡松了一口气，撕掉脸上的易容面具，朝阿朱拱手。魏无羡郑重道：“萧夫人，谢谢你。”阿朱微微笑了笑：“阿英，不用谢，我可是羡羡的师娘。”魏婴凑了过来：“师娘，你怎么提前不跟羡羡说大阿英要顶着我阿爹的脸出现？”阿朱摸了摸魏婴脑袋：“跟羡羡说了就不好玩了。”魏婴眨眨眼：“也是哦。不过……”魏婴侧手瞪着魏无羡：“你也得叫我一声阿爹。”魏无羡道：“小阿英，你想当我爹，可我不想当你儿子。”魏婴、蓝启仁，他算是整明白了，原来魏无羡顶着魏长泽的脸，而萧夫人用隐身符隐身起来给魏无羡配音，两人相互配合，让江丰眠和于子渊不打自招，承认当年设计迫害魏无羡爹娘死于高阶妖兽之事。一曲尽，阿朱的情况才算稳定下来。萧峰看着蓝启仁说道：“蓝先生，萧某先带阿朱去休息，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阿英他们。”蓝启仁点了点下颌：“老夫这就让弟子给你和尊夫人带路。”萧峰道：“蓝先生不必那么麻烦，萧某带阿朱去他调养身体的地方即可。”蓝启仁道：“那需不需要老夫叫我们四长老来给尊夫人诊脉？”萧峰道：“多谢蓝先生好意，阿朱她就是有些神魂不稳，其他没有什么大碍。”蓝启仁道：“既如此，萧公子，若你和尊夫人有什么需要，尽管和老夫说。”萧峰嗯了一声，便带着阿朱去空间，消失在众人眼前。大阿英，魏婴努努嘴：“把你手上的易容面具给我看看。”将易容面具递到魏婴手里，魏无羡忍不住叮嘱魏婴：“你小心些看，别给我扯坏了。”魏婴一边翻看，一边道：“放心，我没有那么毛手毛脚。”魏无羡台阶瞥了一眼魏无羡，魏婴盯着捧在手里的易容面具，问道：“大阿英，你这个易容面具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摸起来和人皮的质感好像啊。”魏无羡道：“胡说什么？这不是人皮，是萧夫人特别调制的普通面粉。”魏婴愕然：“这玩意是面粉？”魏无羡道：“那玩意是你爹的脸。”魏婴道：“你意思咱爹是面粉做的？”魏无羡道：“呵呵，那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鼓起腮帮子，魏婴眼巴巴看着蓝湛，颇为委屈的道：“湛哥哥，魏大英欺负我。”蓝湛走了过来：“他打不过你。”魏婴一喜：“对哦。”魏无羡：“小蓝湛是什么意思？这是鼓励小魏婴打他吗？”想到这，魏婴去看蓝忘机：“忘机兄，你管管小时候的自己。”蓝忘机先唇：“他不归我管。”魏无羡不假思索：“那谁归你管？”蓝忘机缄默，他不懂为何在魏无羡问完谁归他管后，他脑海会出现一个你字。眼珠子一转，魏婴嘿嘿道：“大阿英，我知道谁归你家湛哥哥管。”魏无羡道：“谁？”魏婴道：“你自己呗。”魏无羡、蓝启仁。难道小魏婴可以看到他脑海出现的字？蓝忘机拳了拳五指，视线飘忽了好几下。众学子似乎没什么事了，他们要趁蓝老头发现他们聚众吃瓜看戏之前赶紧离开，回去立即给家里去信，讲一讲今天傍晚之事。聂怀桑若有所思，小魏兄一直强调蓝忘机是大魏兄家的战哥哥，而大魏兄也没反对，像是默认了一般，难不成魏兄看上了蓝忘机？众学子三三两两的离开后，青恒君忽然出现在蓝启仁视线里，他诧异：“兄长。”闻言，青恒君点了点下颌：“阿英，既然你心中有数，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蓝宗主。魏婴瞥了一眼缄默不语、若有所思的魏无羡，关于江厌离的问题，你应该问的人是大阿英，而不是我。
因为魏婴顿了顿，继续道：“我对江厌离不存在任何滤镜，可大阿英不一样，她把江厌离当师姐，甚至是亲人。清衡君，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可我又不能逼着大阿英看清江厌离。”心中如是想着，清衡君却道：“修真界里没有哪个家族的大师兄头上还有个师姐，更没有哪个师弟一天到晚直呼大师兄名讳。”魏婴道：“我知道啊。”清衡君，阿英，你知道是你知道，我这话是说给大的你听的。蓝宗主，魏无羡先唇，小阿英，你们且放心，诚如小阿英刚刚所言，若是江厌离安分守己，不来我面前闹腾，我就不把他父母当年在夷陵设计陷害我阿爹阿娘致死之事迁怒到他身上，否则我必追究到底。眼睛倏地一亮，魏婴凑到魏无羡面前，仰着小脑袋：“大阿英，你说的可是真的？”魏无羡道：“比珍珠还真。”魏婴道：“那你可要说到做到。”魏无羡颔首：“魏婴管耳。”看着魏婴笑眯眯的样子，魏无羡不自觉地抬手在魏婴脑袋上摸了摸，谁知魏婴往后一跳，抱着脑袋，凶巴巴地瞪着魏无羡：“不许摸我脑袋！”魏无羡道：“我摸一下怎么了？”魏婴道：“不怎么，但我的脑袋只给长辈和我心悦的人摸。”扑哧，魏无羡笑了。他道：“小阿英，你意思你不喜欢我？”魏婴纠正：“大阿英，我说的是心悦，不是喜欢。”魏无羡愣了愣，难道心悦不是喜欢的意思？魏婴道：“心悦是喜欢，但它里面包含了好多好多喜欢。你可以喜欢朋友，喜欢长辈，喜欢任何你感兴趣觉得有意思的事，但心悦不是，它比喜欢更深一步，是爱。大阿英，你可以把心悦理解为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魏无羡呆了呆：“你爱我？”魏婴道：“你少臭美，我虽然自恋，可还没有自恋到爱上自己的程度。而且……”魏婴跑到蓝湛身旁，伸出小爪子握住蓝湛的手：“如果我要爱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是我家湛哥哥。”蓝湛，阿英，我亦是。蓝忘机，如果他要爱一个人，那个人会不会就是魏婴？魏无羡愕然地看着魏婴：“你这么小，就打蓝湛的主意？”魏婴理直气壮：“我这叫先下手为强。”魏无羡抖着胡子，蓝启仁喝道：“魏婴，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兔崽子，懂什么是爱吗？还先下手为强？”魏婴不假思索：“不下手，我湛哥哥就会被天将和竹马拐跑了。”清衡君一笑：“启仁，注意雅正，孩子们感情的事情你就别去掺和，他们自己知道该如何处理。”蓝启仁没好气道：“忘机没有竹马，更没有天将，而老夫的雅正刚刚没了。”魏婴满脸喜色：“太好了，湛哥哥是阿英一个人的了。”蓝启仁：“老夫这算是助攻吗？”